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宇宙拼图这个频道。今天的主题，我敢保证，有90%的观众，包含正在看影片的你，一定会心有戚戚焉。是不是觉得热恋期的甜蜜总是过得很快，过一阵子就感觉变平淡，甚至会怀疑是不是感觉变了？但其实很多时候，爱并没有消失，而是你们的频率出了差别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专门剖析爱情的重量级嘉宾，我在马来西亚的好朋友，从事豪宅、房地产相关事业，还是灵魂伴侣的显化大师，要来跟我们聊聊爱情长久的秘密，同频的力量。如果你想知道爱能不能走一辈子，为什么感情会变淡，为什么另外一半就是不懂我，以及有没有办法能避免分手，男女之间一旦有哪3种行为，就一定会发生关系。那就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。很多人留言问我什么叫同频，别急，接下来我们会透过几个问题，让你能够清楚的明白这些方法与道理，让你能够清楚的明白如何能够让爱情永葆新鲜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想问，很多人说谈恋爱的时候很甜蜜，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容易变得平淡，甚至觉得没有感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这是很常见的呀。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，眼里只有彼此，可是时间久了，就会慢慢变得沉闷。就像我们买一件新衣服的时候，刚买回来特别喜欢穿，可是穿久了就会觉得腻，最后把衣服摆在一边。又好比吃饭，如果你每天都吃同一样蔬菜，同一种做法，你也会觉得乏味。感情也是一样的，当热恋期过了，就会回归平淡，你会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轨道，不会像热恋时那样一直想着对方，天天打电话，可能只是在空闲时回复讯息，聊聊天，这个频率自然就会降低，这很正常。其实这是一种习惯，人在一起久了，就会习惯对方做的事。当有一天对方没做了，你就会觉得不一样。但这就是人相处的方式啊，没有人能永远用同一种方式对待彼此。所以热恋过后回归平淡是很正常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爱情变平淡就是没爱了，这只是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。所以爱情为什么会变平淡？我们可以理解为平淡不是没爱，而是爱进入考验的真实阶段。接下来第二题，有的人明明还爱着对方，但总觉得越来越不合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很常见吗？让我讲一个我父母的故事。小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很恩爱，偶尔还能看到他们对视的眼神里有爱。我们也会一起出去玩，但后来我才发现，他们其实非常不合拍。我爸爸属于得过且过的人，今天赚钱就今天花光，而妈妈却非常有计划，会安排怎么用钱，怎么让生活更好。于是他们的想法、生活方式，甚至人生频率都很不同，完全无法理解彼此。一方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变得更好？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另一方却想，为什么不能更好？为什么要一直停在这里？当两个人的频率不同，就会觉得越来越不合拍。即使彼此还有爱，也会心里想，为什么你不能理解我？为什么不让我去做想做的事？所以很多人感受到的不合拍，其实就是频率不同。所以明明还爱，却越来越不合拍，可以理解为爱还在，但频率不同，就像各自走在不同的轨道。第三题，很多人好奇，爱真的能靠同频来维持吗？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，同频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我经历过好几段失败的感情，每一次都让我更明白同频的重要性。第一次失败是因为对方不守承诺，他答应陪我逛街，
结果朋友叫他去打篮球，他就去了，完全忘了和我的约定。第二次失败是因为他什么都迁就我，我让他做什么他都答应。这样久了，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，甚至觉得他太软弱。第三次失败是因为文化差异，他觉得爱是爱，玩是玩，我们的感情在他眼里只是游戏，而我却是认真的。这种频率上的不一致让我很痛苦。第四段关系，他很稳定，也愿意照顾我，但我想要更好的生活，他却不在意提升。最终我们还是分开了，直到我遇见我的先生。我们已经一起走过16年，养育了4个孩子。虽然我们的兴趣不同，他喜欢运动、潜水、骑大摩托和朋友喝酒，我则喜欢和朋友聊天、拍影片、学习新知识。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愿意理解和接受彼此的选择。他不反对我的兴趣，我也不批评他的爱好。这就是平等和接纳，这才是同频。虽然我们不一样，但我们能够互相成全，这就是我们能走得长久的原因。所以同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理解为同频不是一模一样，而是能理解并接纳彼此。接下来第4题，如果2个人步调不一样，比如一个人想努力成长，另一个人却停留在原地，那这段感情还能继续走下去吗？目前为止，我还没看到2个步调不一样的人能一直走下去。除了老一辈的夫妻，举我姐姐的故事为例，我姐夫非常爱她，对她百般迁就，但我姐却总是不满，觉得她没能力完全支撑家庭，还时常需要借钱。其实她工资并不低，只是工作性质需要先替公司垫付费用，2、3个月后公司才报销回来。这就造成了长期的金钱问题，也让我姐充满抱怨。久而久之，她甚至觉得光是看见他就烦。他们的频率差异太大了，导致关系恶化。可是当姐夫过世时，我才发现我姐其实很爱他，只是不能接受他的性格和工作方式。这说明了婚前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对方的性格，但仍选择进入关系。其实如果你不能接受，就不应该勉强，因为性格若不是自己意识到要改变，是很难改的。强扭的瓜不甜。所以总结步调不一样能走下去吗？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试想，若无法接受差异，勉强在一起，是否只会消磨爱呢？接下来第5题，在关系里，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，所以爱开始变质。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常常和自己对话，问问自己，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需要改进什么？这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，但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。很多时候，问题并不是因为你不好，而是因为你和对方不在同一个频率上，没有产生共鸣。所谓爱变质，其实并不是爱真的变了，而是最初的恋爱多半是感性在走路，不是理性在走路。等到进入理性阶段，你才会发现爱情似乎偏离了。其实爱没变，只是你当初没有看清而已。所以怀疑自己不够好时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试想，爱的质量不在完美，而是在于频率是否契合。接下来第6题，你个人是怎么体会到同频才是最重要的呢？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经验？印象最深的是我从忧郁症走出来的那段时间。因为感情创伤，我年轻时也尝试过一些不正规的关系。当时觉得世界很不公平，为什么男生可以随便玩，女生却会被批评，
于是我也去体验这种生活，结果让自己陷入忧郁。走出来之后，我才真正觉悟，长久的关系不在于你们是不是喜欢同样的东西，而在于频率是否一致，理解和接受很不同。我可以理解你有某种习惯，但我不一定能接受。比如我的第4任男友回家就喜欢脱衣服换衣，我理解这是习惯，但我无法接受，最后我们因此分手。所以真正的同频就是彼此能够理解并接受，当一方频率提升，另一方也愿意提升；当一方频率下降，另一方也会提醒或带动对方，这样的关系才有共鸣，才能长久。所以我们需要亲身体会同频的重要性是什么，可以理解为所谓真正的同频是彼此愿意一起提升与成全。对于正在困惑的情侣，他们今天就可以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？能帮助他们看看自己和伴侣是不是同频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去观察彼此的行为、想法、情绪和反应，这样你很快就能看出你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层面。如果你平常都不注意对方的行为，等到出现大问题时，矛盾就会爆发，那时候你才惊觉，可能会选择分手。所以，若你真的想长久和他在一起，就要在日常生活中留意，这个人是否真的适合你，你们是否有相同的观念和频率。那么今天就能做的小事有什么呢？总结，爱能否长久，就藏在日常里的细微观察。最后一题，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来告诉观众，什么才是让爱长久的秘诀，你会怎么说？爱情长久的秘诀，就是彼此和谐、平等，并且能够互相接纳。所以一句话总结爱长久的秘诀就是：真正的爱不是改变对方，而是选择接纳。我自己则是蛮喜欢一段话的，也想与大家分享。In true love, both souls grow together as one. 意思是在真爱里，两颗灵魂会一同成长为一体，就像是 Feeling complete without you。听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爱情长久的秘密应该更清楚了。其实，真正能走下去的感情，不是找到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，而是找到一个愿意理解、愿意接纳、愿意和你一起调整频率的人。Nothing happens by coincidence。人生中该面对的功课，如果还没有学完，宇宙会不断的透过不同的人让你学习，直到你学会为止。所以我想丢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和伴侣在一起最需要同频的地方是什么？是金钱观、生活习惯，还是未来的规划呢？还是跟我一样先看五官再看三观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答案，可能会帮助到更多正在迷惘的人。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在乎的人，因为搞懂同频真的能让一段爱走得更长久。最后一样，我在远方默默地关注着你，也会一直为你加油打气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